战国末年，齐国稷下学宫，这里是当时全天下最顶级的学术中心，各国最聪明的人聚在这里辩论、讲学、喝酒、吵架。有一个老头3次被推举为学宫的祭酒，相当于首席学者。他教出了2个学生，一个叫韩非，一个叫李斯。韩非后来成了法家理论的集大成者，李斯后来帮秦始皇统一6国，焚书坑儒。2个学生都是儒家最痛恨的那种人，冷酷务实，信奉严刑峻法，但他们的老师写的是一本儒家经典，这本书叫《荀子》。这就很尴尬了，一个儒家大师教出了2个法家代表人物，其中一个还参与了焚书坑儒。后世儒家提起荀子，表情总是很复杂，承认他有学问，但总觉得他路子不正。宋代的程颐、朱熹对荀子评价都不高，觉得他把儒家带偏了。到了明代，荀子直接被请出了孔庙。但如果你真的翻开荀子读一读，你会发现这本书的见识、逻辑和力量在先秦典籍里绝对是一流的。荀子全书现存32篇，大部分是荀子本人写的，少数是弟子整理的。开篇第1篇叫《劝学》，第1句话中国人背了2000多年。君子曰：学不可以已，学习是不能停的。接下来一句更经典：青，取之于蓝，而青于蓝；冰，水为之，而寒于水。青色是从蓝草里提取的，但比蓝草更轻；冰是水结成的，但比水更冷。学生超过老师，后来者居上，靠的就是不断学习。但荀子最出名也最有争议的地方，不是劝学，而是他和孟子唱反调。孟子说人性本善，荀子说不对，人性本恶。荀子的论证非常直接，他说人天生就有欲望，饿了要吃，冷了要暖，累了要休息，看到好东西就想占为己有。如果顺着这些天性不加约束，人就会争夺，就会残暴，就会混乱。你不需要教一个小孩自私，他自己就会把好吃的藏起来；你不需要教一个人嫉妒，他看到别人比自己好，心里自然就不舒服。这些不是学来的，是天生的，所以人性本恶。那善是怎么来的？荀子说善是后天伪出来的。注意，这个伪不是虚伪的意思，而是人为。人通过后天的学习和修养，把自己从一块粗糙的原材料打磨成一件精美的器物。他用了一个比喻，木材要经过墨线的矫正才能变直，金属要经过磨石的打磨才能变锋利。人也是一样，必须经过礼仪的教化，老师的引导，法律的约束，才能从恶变成善。所以荀子特别重视礼。礼是什么？礼是一套行为规范，告诉你什么该做，什么不该做，怎么做才得体。吃饭有吃饭的礼，祭祀有祭祀的礼，君臣之间有君臣的礼，父子之间有父子的礼。礼就像河堤，没有堤坝，河水就会泛滥成灾；没有礼，人的欲望就会横冲直撞。荀子说人之性恶，其善者为也。人性是恶的，善是人为的结果。这句话和孟子的人之性善针锋相对，吵了2000多年，到现在也没吵完。但荀子和孟子其实没有那么水火不容，他们争论的是性的定义。孟子说的性是人区别于禽兽的那一点点善端，恻隐之心、羞恶之心，这些是禽兽没有的。荀子说的性是人天生的欲望和本能，饿了要吃，冷了要暖，这些人和禽兽是一样的。2个人说的不是同一个东西。孟子往上指，说你看人心里有光；荀子往下指，说你看人身上有兽。他们共同的结论其实是一致的，人需要修养，需要教育，需要把自己往上提。只不过孟子说找回本心，荀子说改造本性。荀子里还有一个非常超前的思想，天人相分。在荀子之前，中国人普遍相信天人感应，天是有意志的，天会降下祥瑞或灾异来回应人的行为。荀子说别扯了，天就是自然，它有它运行的规律，跟人的道德没有半毛钱关系。天上出现流星，不是老天在警告你，那就是一种自然现象。你害怕是因为你不懂，与其对着天磕头求雨，不如修好水利工程；与其占卜问吉凶，不如做好该做的事。这种理性主义在2000多年前的先秦时代简直是降维打击。荀子还有一个很接地气的观点，人的力量
来自合作。他说，人没有牛力气大，没有马跑得快，但人能驾驭牛马，为什么？因为人能群，人能组织起来，分工合作。而合作的前提是有规则，有礼义，有上下之分。没有规则，一群人就是乌合之众；有了规则，一群人就是一个国家。这个逻辑从生物学推演到社会学，一气呵成。荀子的文风在先秦诸子里独树一帜，它不像《论语》那样碎片化，不像孟子那样激情澎湃，不像庄子那样天马行空，它是一篇一篇结构完整、论证严密、层层推进的论文。荀子不跟你讲故事，不跟你打比方，他跟你摆事实、讲道理、列论据。读荀子像是在读一个冷静的学者写的学术论文，每一篇都有一个明确的主题，从头到尾逻辑链条不松不散。这种写法在当时的中国几乎是独一份。今天回头看荀子，你会发现他被低估了。孟子那套人性本善听起来很温暖，但荀子这套人性本恶可能更接近现实。看看周围，人确实有自私、贪婪、短视的一面，这些不需要教，天生就会。而善良、自律、有礼有节，确实需要后天一点一点的培养。荀子不是在骂人，他是在说大实话。而且正因为他对人性有这么清醒甚至冷酷的认识，他才比任何人都更强调教育、礼仪和制度的重要性。人性靠不住，那就用制度来补。这个思路其实比空谈人人皆可为尧舜要务实得多。他的两个学生韩非和李斯，把老师对人性阴暗面的洞察推到了极致，抛弃了礼仪教化，只留下了法律和刑罚，最终走向了冷酷的法家。这不是荀子的本意，但确实是从他的逻辑里长出来的。一个老师的思想被学生推到极端之后，变成了另一个东西，这本身就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故事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，除了点赞、关注和分享，也可以请我喝杯咖啡哦。你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